这是我故事里的老鹰，这是我故事里的小黄，这一只是我故事里的魔法兔。小鸟的愿望。从前有一只小鸟住在一片有魔法的森林里，它的名字叫小黄，因为它长着一身黄色的羽毛。在这片充满魔法的森林里，生活着的每个动物都很开心，只有小黄不开心。这是因为小黄觉得自己长得很小，羽毛的颜色也没有那么漂亮。他非常羡慕森林里的鹦鹉，在他的心目中，鹦鹉的羽毛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华丽的衣裳。同时，他也十分羡慕森林里的老鹰，因为老鹰的身体实在是太强壮了，简直就是英雄的化身。有一天，小黄听见了有小动物的哭声，它顺着哭声飞了过去，原来是一只小白兔。小黄问：“你为什么哭呀？”兔子说：“我的珍珠项链断了，珍珠散了一地，我找不到它们了。”小黄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帮你找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小黄把珍珠都找了回来，还给了小兔子。兔子高兴地蹦起来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！你知道吗？我的珍珠项链是一条有魔法的项链，如果没有了它，我不但回不了家，而且也会失去我的兔子尾巴所有的魔法。现在你帮助我找到了它，那我可以帮助你满足3个愿望。”兔子从它尾巴上拔掉了3根毛，给了小黄，说：“你只要在手里拿着一根毛，用嘴巴一吹，把它吹到天空中，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。”小黄高兴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可是兔子已经不见了。小黄回家了之后，就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我知道我的第1个愿望是什么了。”他拿出一根兔尾毛，对这根毛说：“我希望我的羽毛能跟鹦鹉一样漂亮。”他把这根毛吹到了天空中，奇迹出现了。小黄的羽毛一下子变得跟鹦鹉的羽毛一样美丽了。它飞出了家，去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打招呼，可是其他的动物们都没有认出它。它失望地飞走了。这时，它看到了一只老鹰飞到了它的头顶，它一下子想到了第2个愿望。它回到家，又拿出了第2根兔尾毛，说：“我希望自己变得和老鹰一样强壮。”于是，他又把第2根兔尾毛吹上了天，一下子，他变得和老鹰一样强壮。他飞出家门，飞到了高空中。飞了几圈后，他开始返回森林。就在他要飞落到树根上时，突然有一只恐龙喷火要烧它。小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。恐龙说：“你确实是太漂亮，太强壮了。可是这让我们强大的恐龙家族怎么可以忍受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消灭你。”小黄惊慌地说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做？我们是否可以商量出一个更好的办法？”恐龙说：“办法也要一个，
那就是把你保留下来，但是我们要把森林里的其他动物们通通灭掉。小黄说，请你先放了我，让我想一想，再给你答复。恐龙说，好吧，就给你3天时间，不过这3天你是不能出门的。3天后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于是小黄飞回了家，他想，究竟是要自己的强壮和美丽，还是要动物们的安全呢？3天过去了，他按约定来到了事先说好的地方，与恐龙见面。恐龙问小黄，你决定好了吗？小黄说，我决定好了，我决定变回从前的样子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和你的同伴要离开这片森林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回来打扰这片森林。恐龙想了想说，好吧。于是小黄拿出最后一根兔尾毛，开始许上他的第3个心愿，我希望我变成原来的样子，这样恐龙就不会吃掉我了，其他的动物们也会安全了。于是他又变回了从前的样子，森林里的动物们又和从前一样在一起快乐的生活，而恐龙们也从此以后从森林中消失了。就是因为恐龙们离开了这片森林，没有找到更好的安身之处，所以人们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。而小黄经历了这些以后，开始学会喜欢上了自己。森林里的动物们也把它看成了动物们心目中的英雄，对它十分尊重。